小林正雄是在1901年秋天来到哈尔滨的。他从长崎坐船到釜山，从釜山坐火车到奉天，从奉天坐马车到哈尔滨，走了1个多月，途中换过4艘船、6趟车和3双草鞋踏。到达哈尔滨的时候，右脚的第2颌、第3个脚趾之间磨出了一个至今没有完全消失的茧，不痛但摸得到。他祖父那辈就开始做中国生意，最早是长崎的糖务商把中国的瓷器和茶叶运到日本，再把日本的铜和刀剑运回去，到了他父亲这一代，生意扩展到了上海和天津。小林正雄从小跟着父亲在长崎的商行里长大，11岁开始学中文，13岁开始跟着账房先生学算盘。20岁那年，父亲让他单独跑了一趟上海，押一批长崎产的陶瓷花瓶到上海16铺码头交货。他做到了没有少一件，没有碎一个。父亲说你行的，但小林正雄不想一辈子沿着父亲的路走，他想到更远的地方去当长崎的商行老板们还在盯着上海和天津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了北边呢条新修的铁路，中东铁路修到啊，理货物和人就流到哪里，钱也就流到哪里。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商人永远应该比铁路先到一步。他选择了哈尔滨，不是最大的市场，但一定是最近开辟的市场，那里的日本商人还很少，他可能是第一个在道外区开铺子的日本人。他在道外区靠近铁路线的一条街上租了一间铺面铺子，不大钱。面试店后面是仓库兼住处，墙是木头和泥巴糊的和走在上面的感觉一样不平淡。踩得实他在这里卖日本清酒和酱油，同时也卖俄国的黑列巴和中国的茶叶，3种商品，3种语言，3种货币，但对他来说这很正常。他在长崎的店里见得多了一张柜台上同时摆着中国瓷器、荷兰玻璃杯和日本漆器，顾客用中文、荷兰语和日语轮流砍价。他的铺子隔壁是一间连招牌都没有的木匠，铺过了几天，他看到了那块被挂上去的招牌，德厚，家具字写得不算好看，但是很清楚那是他认识的第一个邻居。小林第一次登门，手里提着一瓶清酒，瓷瓶白底，上面画着一只红梅花。他敲门的方式很轻，不是怕打扰人，是习惯商人的礼貌。开门的是赵德厚，他看了看小林手里的清酒，又看了看小林的脸。小林用中文说了一句：“邻居送你的。”赵德厚接过了酒瓶，看了看瓶子上那只梅花，他不认识日文，但他认识那枝花。他说了一声好，把酒瓶放到货架上，没有打开。小林后来发现那瓶酒在货架上放了2个多月。他第2次去的时候没带酒，带了一小碟腌萝卜，自己做的。赵德厚尝了一块，说好吃。小林笑了笑，那是他在哈尔滨第1次笑出声来。从那以后，小林隔3差5会到隔壁坐一会儿，不推销不聊天。他坐在门口那把花木椅子上，有时候坐10分钟，有时候坐半小时。有一次他坐了很久，赵德厚从店里探出头来，发现小林没有再看他，也没有再看街上的行人。他看着对面的屋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赵德厚没有打扰他。后来刘大庄说那个日本人在想家。赵德厚说你怎么知道？刘大庄说看眼睛。赵德厚没有再问，但那以后他偶尔会给小林端一碗茶，不是因为生意，只是因为隔壁来了一个想家的人。有时候一碗茶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有用。小林的中文是在长崎学的，一个在长崎住了20年的中国老商人教的。他老商人姓黄，福建人，做茶叶生意。黄先生教他中文的方法很简单，没有课本，没有语法，每天坐在商行的柜台后面，指着一样东西说他的中文名字，然后让小林重复。小林第1天学会了茶和钱，第2天学会了贵和便宜，第3天学会了等一下这3个词，后来构成了他所有汉语交易的基础。到了哈尔滨之后，他发现他学的中文在山东人和河北人面前能听懂7、8成，因为黄先生教他的是福建腔的官话和闯关东的
山东话、河北话之间隔着一条不小的沟，但好在做生意不需要太多词价格数字和点头摇头在，加上一个好字基本够用。他在哈尔滨还学会了用俄语数数，从赵德厚那里学的。赵德厚在铁路上跟俄国监工学过一些俄语数字，两个人隔着那道薄木板墙互相叫对方自己的语言。赵德厚叫小林说俄语的数字，小林叫赵德厚说日语的数字，两个人的发音都不标准，但谁也不嫌弃谁。学了1个月之后，小林可以用俄语和俄国顾客讨价还价了。赵德厚可以用日语从1数到10，然后加上一句，这是小林教他的。第1句完整的日语，赵德厚花了很长时间才记住。他不是因为难事，因为他觉得5个音节太长了。谢谢只有2个字，也只有3个音节，为什么日语要5个？小林解释说，因为日本人比较客气。赵德厚想了想说，那你们客气起来挺费时间的。小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次他笑了很久。道外区的那条街上住着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小林的杂货铺和赵德厚的家具铺，还有一家河南人开的面条摊，一个山东人开的剃头铺，一个从奉天来的布商塔的，或是从大连进的日本机织布环，有一个朝鲜人在街尾开了一间泡菜作坊。这条街没有名字，他不需要名字，住在上面的人叫他新街，不是因为新市，因为有一个从天津来的读书人在街上住过一段时间，他给这条街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大家没记住，最后还是叫新街。小林的小林杂货铺，他亲自用毛笔写了招牌4个字，小林杂货挂在门口，字写的比赵德厚的招牌好看一些。他练过几年书法，虽然写的是日文汉字，但中文汉字也能对付。杂货铺的货架上一共摆了不到30种商品，清酒、酱油、味噌、干海带日本米，这些从长崎发货，经釜山奉天运到哈尔滨走一趟大约2个月。黑列巴盐、火柴、蜡烛，这些从哈尔滨本地进货。茶叶从中国南方的茶商处经过奉天中转到哈尔滨，货不多，但每一样都是他亲手挑的，亲自定价的。他在账本上用中日双语记账，左边中文，右边日文数字，用阿拉伯数字。他每天的生活从早上6点开始开门，扫地、擦柜台、整理货架。俄国顾客通常上午来他们买黑列巴和茶叶，中国顾客午后来他们买盐、火柴和蜡烛，偶尔有朝鲜顾客来他们买味噌和清酒。小林用3种语言招呼他们，每一种都不太流利，但每一种都够用。店里最安静的时段是下午2点到4点，这条街上的人在这个时段午睡。小林也学会了午睡，他在长崎从来不小睡，但哈尔滨的冬天太长了，下午不睡一会儿，晚上的时间过不去。他睡醒之后会给隔壁的赵德厚端一碗茶，赵德厚有时候会给他一块刚刨好的桦木边角料，但木头的气味很好闻，带着松枝和木屑混合的清香。小林把那些木块放在货架上当装饰品。俄国顾客有时候会指着那些木块问这是什么，他说是木头。俄国顾客说我知道是木头，但为什么放在这里？他说因为好看。俄国顾客看了看那块木头，确实好看。日俄两国的关系在1903年到1904年间变得越来越紧张。哈尔滨的俄国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关于日本的激烈言论，小林看不懂全部，但那些标题中的汉字他能猜个大概。俄国顾客到店里来的时候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有人还会像以前一样说一声，有人不再说话了，买了东西就走。小林注意到了那些变化，但他没有提起，他只是继续把黑列巴摆上货架，把清酒擦干净瓶身，把茶叶装进纸袋。有一天，一个常来买茶叶的俄国军官在付钱的时候多看了小林一眼，说了一句：“你是日本人？”小林说：“是的。”军官说：“你知道我们和日本之间在发生什么吗？”小林说：“我是一个商人。”军官没有再说话，他拿起茶叶走了。
小林站在柜台后面，把手放在那块赵德厚送给他的桦木边角料上。木头是凉的，但摸久了会变温。他站在店里没有出来。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旅顺口打响了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小林正在店里整理货架接上传来了喊声，有人在跑，有人在喊一句他听不太清的话。他放下手中的瓶子，走到门口，看到几个人从道里方向跑过来，边跑边喊打起来了，日本和俄国打起来了。小林站在店门口手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回店里继续整理货架。那天没有俄国顾客来买黑列巴第二天，也没有第3天，来了一个，他站在门口朝店里看了一眼，看到小林站在柜台后面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小林没有追出去，他知道那个顾客不会再来了，不是因为茶叶不好，不是因为价格贵，是因为他的名字叫小林正雄。那天晚上赵德厚过来了一趟，他没有敲门，直接推开呢，到木板门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2个搪瓷缸子和1瓶酒，不是小林的。清酒是他从街角的河南人那里买的，散装高粱酒。他在小林的柜台前坐下，把2个缸子摆在柜台上，倒满了酒，把一个推到小林面前。他说喝。小林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烈烧喉咙，像一根烧红的铁丝从嘴里一直通到胃里。他咳嗽了几声，但没有放下缸子。赵德厚也喝了一口，放下缸子，说了一句：你那瓶清酒在货架上放了2个多月了。小林说赵德厚说你明天把它打开吧。小林没有回答他，端起搪瓷缸子又喝了一口。这一次他没有咳嗽。1904年春天到夏天，小林的杂货铺没有关门，客人少了，很多俄国人不来了，中国人也不太来了，但他每天还是早上6点开门，晚上6点关门，不做生意的时候，他坐在门口那把桦木椅子上看书，一本日文的小说，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他已经在看第3遍了，不是因为好看，是因为看熟了的书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可以一边看一边想别的事情。偶尔有一个中国老人会来买一小包茶叶，偶尔有一个朝鲜女人来买一小瓶酱油，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都不怎么说话，买了就走，但没有不付钱的人。小林的账本上每一笔都记着那瓶清酒在货架上放了2个多月，后来在一个冬天的傍晚被打开了。赵德厚、刘大庄和小朱3个人坐在炉子前面，一人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分着喝了酒，是凉的，但喝下去之后身体慢慢暖了起来，不是因为酒精，是因为那间15平米的木屋里有3个人和一炉火。小林没有跟他们一起喝，他坐在隔壁自己的店里，听着隔壁传来的说话声和笑声，声音不大，但木板墙不厚，他听着那些声音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1904年12月，店还在，人还在。他写完之后把账本合上，放进了抽屉。隔壁的笑声还没有停，小林站起来打开了一瓶他新酿的腌萝卜，这是他今年学会的新手艺家了。几块出来放在一个小碟子里，端起来走向那道薄木板墙，轻轻敲了敲，那边的声音停了一下，然后门开了。小林走进去，把腌萝卜放在那张榆木桌子上。刘大庄看了一眼，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点了点头。赵德厚也夹了一块吃了，没说话，把酒瓶子往小林的方向推了一点。小林坐了下来，炉火烧得正旺。那天晚上他们喝到很晚，酒喝完了又开始喝茶，喝完了又喝白水，谁也不想先站起来，因为站起来就意味着要走进零下30度的夜色里，回到各自那间没有炉火的房间。最后还是小林站了起来，他说明天还要开门。3个人把缸子收了，刘大庄把炉膛里剩下的灰拨了拨，让火自己灭掉。小猪已经歪在墙角睡着了，赵德厚推了推他，他迷迷糊糊的站起来，揉了揉眼睛，跟着往外走。小林回到自己店里的时候没有点灯，他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手指碰到了白天整理货架时放在台面上的那块桦木边角料，木头已经被他的
手摸温了。他没有开灯，直接摸黑躺在了床上。窗外的月光把木板墙的影子投在地面上，那道墙很薄。隔壁在关门的动静，他能听到赵德厚在跟刘大庄说最后一句话，声音很低，他听不太清，但听到了语气。那语气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是一种踏实。1905年春天，日俄战争结束了，俄国输了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小林正在往货架上摆新到的一批干海，带一个中国熟客走进来说了一句日本赢了。小林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干海带一捆一捆码好，没有回答。熟客又说了一句你知道了。小林说知道了。熟客站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转身走了。战争结束后，俄国人又开始慢慢回来了。最初是试探性的一个俄国老妇人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迈进来买了一包茶叶，什么都没说，付钱就走。后来是一个俄国男人进来买了2瓶清酒，说这酒我2年前喝过，还记得那个味道。他付钱的时候看了小林一眼，说了一句你不像一个军人。小林说我不是。他走了。到1905年秋天，小林的杂货铺恢复到了战前的客人数量，他算了一笔账，战争期间他总共损失了大约 70% 的俄国客人和 30% 的中国客人，但活下来的客人每一个都变成了老客人。老客人比新客人值钱，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第2条商业经验。1905年底，小林收到了从长崎寄来的第1封家信，走了4个月。他拆开的时候，信封边角已经磨出了毛，里面的信纸有几处被水泡过的痕迹，墨迹阴开了一些字，认不太全，但大概的意思他读懂了。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伤行的生意在萎缩，因为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国内的注意力和资本都在向南满转移，长崎作为对华贸易港口的地位正在被大连取代。父亲在信的最后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小林把那封信读了5遍，然后把他折好放进了抽屉里呢。块画木边角料的旁边，他没有回信，他不知道该怎么写，说他还不想回去，父亲会失望，说他还需要时间，他自己都不相信。他选择了不写，不写也是一种回答。在哈尔滨学会了这个远方的沉默和这里的沉默一样，都有重量。1906年，哈尔滨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4月中旬，松花江的冰就化完了，到外区的街道从泥泞中露出来。经过了3年多的经营，小林的店铺已经有了比以前更稳定的客源。他在货架上增加了几样新商品：日本产的瓷碗和漆器，从奉天批发来的中国布料，俄国人喜欢的铜制烛台，和从朝鲜商贩那里进的辣椒酱。他不再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了。他站在店门口，看着松花江上的船来来往往，偶尔有一艘挂着日本旗的船驶过，他会多看2眼，但也只是多看2眼而已。他想起父亲的那封信，父亲在信里问他在哈尔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其实他遇到的困难很多，冬天的煤不够烧的时候，他用旧报纸糊墙风，从墙缝里灌进来。他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然后坐在柜台后面看书。俄国的军官对他的脸色变化的时候，他在柜台后面把手放在那块画木边角料上，不说话，照得后端这2碗茶，穿过那道薄木板墙走进来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但他在回信里只写了一句话：一切都好。不是因为不想说，是因为有些事情只有在哈尔滨待过的人才会懂。那些话写在信纸上，寄回长崎，在路上走4个月，到了之后读信的人也不会懂。3月的风从西伯利亚吹来，穿过松花江面，在结冰的河面上打着旋带走了一些东西，留下了另一些东西。1906年夏天，小林回了一趟长崎，不是永久的回去，是回去进货，顺便看看父亲。他坐火车从哈尔滨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到长崎，走了9天。长崎变了码头，多了几座新仓库，街上多了穿西装的年轻人。父亲老了，被驼了头发，白了。他坐在店里的
柜台后面和多年前小林离开时同一个位置，但握算盘的手指已经有些抖。小林在长崎待了20天，他把哈尔滨的情况跟父亲说了。父亲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你长大了，不是因为你学会了做生意，是因为你在外面待了这么久还没有逃回来。”小林听了这句话，没有接话，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5年，没有走，那地方就成了他的家。他带着新进的货和父亲给他的一封介绍信回到了哈尔滨。介绍信是写给奉天一个中国商人的。父亲说：“如果你在哈尔滨做不下去了，去奉天找这个人，他会帮你。”但小林把那封信收在箱子最底层，从来没有用过，因为他没有做不下去。1906年秋天，哈尔滨来了第一批大量的日本移民，不是商人，是跟着日本战后的满洲政策过来的。开拓民他们穿着和木屐在道里区的街道上走过小林的店门口，有些人会停下来看一看招牌上的日文汉字，走进去用日语跟小林说话。小林用日语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喝茶，听他们讲日本国内的情况。关东大地震，大米价格暴涨，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政府说满洲有机会，他们就来了。小林听了没有说话，他给他们倒了茶，没有说太多，因为他知道满洲确实有机会，但机会和机会之间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不是铁路，不是土地，不是钱，那层东西是一个人在零下30度的冬夜，坐在没有炉火的房间里，手摸着一块桦木边角料，想着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儿。隔壁有一个中国木匠会在这个时候端着一碗茶穿过呢，到薄木板墙走进来。他把这些话说给自己听，没有说给那些新来的人听，因为他们刚来还听不懂。1907年，赵德厚的家具铺扩大了，不是搬地方，是在原来的店面旁边多做了一间，打通了墙壁，2间连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一点的铺子。赵德厚雇了第2个学徒小朱，升了职，从打杂变成了正式的工人。刘大庄有了自己的工作台，不用再和赵德厚共用一张了。小林站在隔壁看着赵德厚的店一天天变大，他替赵德厚高兴，但也在想自己的店是不是也该扩大一些。他想了大约3个月，然后决定不扩大，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他算了算账，如果店扩大1倍，他需要多雇1个人，多进1倍或多管1倍的事情，而那样他就没有时间坐在门口那把花木椅子上了。他的店不大，但刚好够他1个人打理，刚好够他在每一样货品上花时间挑选，刚好够他在关门之后还有力气走到隔壁坐下来喝一碗茶。不扩大也是一种经营方式，这是他在哈尔滨学会的第3条经验。1908年冬天，新街上发生了2件大事。第一件是街口那家河南面条摊的老陈死了，死于肺病。他死的那天早上还出摊了，煮了最后一锅面条，然后坐在锅后面，再没有站起来。他的老婆把摊子收了，把锅洗干净，收起来，然后关上门，在屋里做了1天。第2天把门打开，继续出摊，汤底的味道淡了一些，但面条还是那个面条。第2件事是剃头铺的老张收了一个徒弟，徒弟是从吉林逃荒来的，15岁，什么都不会，但会剃头。老张教了他3个月，徒弟出师的那天，老张给他剃了一个光头作为仪式。街上的生活就是这样，不停的有人走，不停的有人来，死了一个卖面条的，活下来了一个剃头的，每一扇门背后都有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活着。小林在这条街上住了8年，他看着那些人来人往，看着那些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外来的日本商人，是这条街的一部分，就像那把桦木椅子是店门口的一部分一样。190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小林关店之后，照常走到隔壁坐了一会儿。赵德厚正在给一张新做的桌子画线，刘大庄在炉子旁边磨一把凿子的刃口。小朱已经下班了，铺子里只剩下师徒3个人，偶尔炉火噼啪响一声。小林坐的位置是固定的墙角那把
窄凳子他每次来都坐那，里没有换过位置。他坐下之后，赵德厚给他递了一碗茶，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放在膝盖上。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这样的沉默在三个人之间已经不虚，要任何解释了，沉默就是说话的一种方式。如火映在墙上的影子晃动着三条长短不一的影子，有时分开，有时叠在一起。墙上的那些影子是这条街上最安静的东西。1910年春天，小林收到了第二封家信，是长崎的商行写来的，不是父亲的手笔，是账房先生的字。父亲的身体更不好了，商行需要他回去一趟。小林拿着信在柜台后面站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他在哈尔滨这几年做的最大的一个决定。他把店铺关了3天，坐火车回了一趟长崎。这一次他在长崎待了2个月，不是因为父亲病得更重了，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想清楚一件事。那件事很简单，他到底是长崎人还是哈尔滨人？他在长崎的每一天都在想哈尔滨道外区那条没有名字的街，隔壁木匠铺的豹子声，那把花木椅子，赵德厚递过来的茶刘大庄磨凿子的声音，小猪在墙角睡着时候的呼噜声，冬天的雪，秋天的落叶，春天的泥，夏天松花江上吹过来的带着鱼腥味的风。2个月后，他回到了哈尔滨。他没有跟父亲说他还会不会再回去，父亲也没有问他但走的那天早上，父亲坐在柜台后面，像往常一样算账，看到小林背着包走下楼来，说了一句：“我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带一把你坐的椅子。”小林说好。他说好这2个字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那把花木椅子的样子不是长崎的椅子，是坐哈尔滨的那把。回到哈尔滨那天正好是初夏，松花江正在涨水。赵德厚的家具铺又在扩建，这一次不是在旁边再租一间，而是在后面加了一间锯木棚，因为刘大庄说现在的铺子太小了，堆不下木料。小林把自己的货也整理了一遍。他走的那2个月，店门关着，街上的熟客偶尔会从门缝里塞一张纸条进来，有人在上面写着小林什么时候回来，有茶叶喝完了。有人写着酱油还有吗？有人在纸上画了一个问号。他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抚平，加在了账本里。1911年，蜻蜓倒台了，我们的椅子要坐上火车了。赵德厚说要坐上火车了。小林站在隔壁，隔着那道薄木板墙听到了这句话。他把手里的清酒瓶放在柜台上，站在那里听了一会，然后拿起瓶子继续往货架上摆。他摆着摆着，突然笑了一下，不是因为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选对了地方，选对了邻居，也选对了那条没有名字的街。1913年，那条街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不是居民起的，不是商人们喊的，是俄国人在市政登记簿上写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卡亚街，但没有人用这个名字，大家还是叫它新街。小林有一次在填写一份俄国人的商业登记表时，在街道名称一栏写上了新街。俄国官员看了说没有这个街名。小林说有的，你走进去就知道了。俄国官员没有走进去，他划掉了新街，写上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卡亚，把小林的表格收了进去。小林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决定以后填任何表都在街道名称一栏写新街，不管俄国人认不认可，因为这是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对这条街的唯一称呼。一个人的名字可以不是他的行政区划的名字，但一定是他自己记得最牢的那个。1913年秋天，小林的父亲去世了，消息从长崎发来，电报辗转了1个月才到哈尔滨。小林接到电报的时候，正在给一个俄国顾客打包茶叶。他读完了电报，把电报纸折好放进口袋里，继续打包茶叶，包好收了钱找零，然后送走了顾客。他站在柜台后面，把手伸进口袋里，又摸了一遍那张电报纸，没有拿出来。那天他没有提前关店，正常营业到晚上6点，然后关门，但没有开灯，坐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隔壁赵德厚的铺子里灯还
晾着他听到赵德后，再跟刘大庄说母廖的事情，声音隔着那道薄木板墙传过来，断断续续，不太清楚，但存在。小林坐在黑暗中听着那些声音，他没有哭，但他知道他不会再回长崎了。